大家好呀，我是伟玉，欢迎来到我的健康养生频道。老张今年62岁，自从退休后，身体就开始出小毛病。他经常感觉胃口不好，肚子发胀，只要吃点油腻的食物就会反酸、烧心。老张特别着急，四处打听养脾胃的办法。他听说山药、莲子能健脾，每次熬粥都放很多。还听说人参能补气，特意托人买了优质的东北人参，隔三差五就用来炖汤喝，可喝了2个多星期，症状一点没改善。老张心里犯嘀咕，难道我的胃彻底不行了？后来他在养生群里说了自己的情况，还发了自己舌苔的照片。照片里他的舌头中间向下凹，边缘还有明显的齿痕，这是典型的脾胃阳气不足的表现。很多人觉得脾胃不好就得多吃补品，但其实这个想法不对。舌头中间对应脾胃，向下凹陷说明脾胃功能差，吃进去的补品都得靠脾胃消化。如果脾胃功能弱，补品根本消化不了，吃了也是白吃。有些补品还很黏腻，像阿胶，消化不了就会积在胃里，不仅补不了身体，还可能引发口臭、上火，让消化问题更严重。咱们的脾胃就像家里的大锅炉，阳气是炉子里熊熊燃烧的火苗，一日3餐吃进去的食物就是等待加工的原材料。这口人体锅炉火力足，食物才能被充分煮熟，转化成滋养全身的营养。要是火苗微弱，再好的食材也煮不出好味道。脾胃虚弱的人，肠胃就像小火苗遇上湿木头，不仅烧不起来，没消化的补品还会变成黏糊糊的痰湿，堵在肚子里，让人胃胀难受，反酸打嗝。更糟糕的是，盲目吃补品，反而会把脾胃的小火苗压灭。既然吃补品不是好办法，那怎么才能养好脾胃呢？关键在于生阳。今天我会分享6个不用吃补品就能生阳的方法。这些方法能激活脾胃的功能，让消化能力恢复正常。在说具体方法之前，咱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生养养脾胃才是关键。中医讲脾主升清，胃主降浊，意思是脾胃就像一个运输系统，脾胃阳气足的时候，身体能把营养输送到全身，同时把废物排出去。脾胃虚弱时，生阳才是改善问题的好办法。接下来我马上为大家揭晓这6个绝佳的生阳方法，大家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照着做就行。第一个方法是早上梳头来生阳。早上梳头这个方法特别适合懒人或者平时忙没时间运动的朋友。梳头的关键是刺激头顶的百会穴，找百会穴很简单，把2个耳朵向前对折，2个耳朵尖和头顶连线的中点处就是百会穴，大概在头顶正中间。百会穴是督脉上的穴位，督脉能管理全身的阳气，相当于阳气的总开关。《针灸独特疗法》这本书里就写着，艾灸百会穴可以生阳。早上梳头刺激百会穴，能帮助提升脾胃阳气。我自己早上就喜欢用纯铜刮痧板梳头，铜的导热快，刮起来舒服。从额头开始梳到百会穴，再从百会穴梳到后脑勺，重点梳头顶周围，梳到头皮微微发热就可以了。第2个方法是通过饮食生阳，推荐早上喝姜枣茶。姜枣茶自己做就行，不需要买现成包装的。取代皮生姜3片，去核红枣2颗，加300毫升水煮沸，后转小火煮15分钟。生姜温中散寒，可以促进阳气生发，驱散体内寒湿。红枣补而不腻，注意阴虚上火者可以减少生姜用量。
70岁以上的老人建议晨起先喝杯温水，再喝姜枣茶。本草纲目里说，生姜性质温和，能去除体内不好的东西。红枣性质也偏温，能健脾养胃、补气血，还能中和生姜的燥热，让平和体质或者偏寒体质的人长期喝不容易上火。不过，经常上火、大便干结的人不适合喝姜枣茶。喝姜枣茶最好在早上7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脾胃的经络最活跃，喝了能快速让脾胃阳气生发。姜枣茶暖身又调理肠胃的效果特别明显。前几天降温，我贪凉吃了根冰棍，一整天都感觉胃里冷冰冰的、胀胀的没胃口。第二天早上，我煮了一壶姜枣茶，喝完整个人从心口到肚子都暖烘烘的。大概过了40多分钟，原本发沉的胃开始有了动静，先是忍不住打了好几个嗝，把之前积在胃里的凉气排了出来。过了一会儿又有了变异，去完厕所后，整个人轻松了不少，胃里的胀痛感也消失了，食欲也跟着恢复了。第3个方法，运动生阳。晨起练8段锦，重点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动作。双脚与肩同宽，左手下压至髋，右手上托至耳后，感受胸腹拉伸。每天早饭后1小时完成3组，每组左右各7次，通过牵拉脾经，刺激脾胃气机运转，改善早晨的食欲不振。第4个方法是晒背，这是借助大自然的阳气来补充自身阳气。太阳是自然界阳气最主要的来源，咱们后背有2条重要的经脉，脊柱这条叫督脉，主管全身阳气。脊柱两侧是足太阳膀胱经，是身体排毒的主要通道。晒后背既能补阳气，又能打通排毒通道。晒后背的时候，重点晒后背位腧穴的位置，大概在后背中间稍微靠下的地方，大范围是大椎穴至命门穴区域。针灸临证精要记载，胃腧穴能调和脾胃止呕。晒后背就像给脾胃做日光浴，能把体内寒湿随着出汗排出去。早上9点到11点，脾胃经络活跃，阳光也合适，背对着太阳晒15到20分钟就行，晒至后背微热就可以停止了。注意高血压患者需要缩短至10分钟内，记得戴个遮阳帽，别晒到头部，防止中暑。要是早上没时间晒背，上班族可以晚上回家，用底部镂空的单脸艾灸罐，放上艾柱，艾灸的热力能直接渗透到胃腧穴，效果和晒背差不多。第5个方法是金刚桂搭配足浴泡脚，主要作用是让上半身的火气往下走。金刚桂其实就是跪坐，找个垫子，膝盖跪在上面，臀部坐在脚后跟上。这个姿势能按压到小腿前侧胃经上的足三里穴和内侧脾经上的三阴交穴，促进脾胃消化。千金方特别推荐金刚桂，说跪坐消食的效果比吃山楂丸还好。如果经常口腔溃疡、长痘、咽喉肿痛，说明上半身火气旺。做完跪坐后，晚上用足浴包煮水泡脚，水没过脚踝。泡脚的时候，用脚后跟搓另外一侧脚心，搓3-5分钟，刺激肾经起点涌泉穴，能引导上半身虚火往下走，很适合上热下寒，比如口干舌燥但脚凉的人。第6个方法是通过调节情绪生阳推太冲穴。太冲穴很好找，在脚背第1和第2脚趾的脚趾缝，从下往上推，推到2个骨头夹角前方的凹陷处就是。黄帝内经说过，忧虑、思虑过度会伤脾。现在大家生活、工作、学习压力大，容易肝气郁结。肝气郁结就会影响脾胃，中医叫肝郁克脾，会导致胃胀、没胃口。
缓解情绪压力，可以在第一脚趾缝滴一滴蓝色艾草精油，用手指搓3-5分钟，能疏肝解郁，特别适合经常生闷气的女性，像月经前、乳房胀痛也能用这个方法缓解。生阳禁忌及注意事项，上面这些生阳的方法有一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1. 哪些人不能晒背？如果你的舌头颜色发红，舌苔很少，晚上睡觉还容易出汗，这就是阴虚火旺的表现，不适合晒背。还有甲亢患者、皮肤癌患病风险高的人，也不能通过晒背来养生。2. 时间要把控好，姜枣茶适合早上起床后，在没吃东西之前喝。民间有过5步食姜的说法，意思是过了中午就别再喝姜枣茶了，因为姜性温热，午后饮用可能影响睡眠或引起身体不适。中午晒背时，普通人晒背时间不要超过20分钟。要是你有高血压，晒背时间要控制在10分钟以内，避免血压波动。刚开始练习金刚跪这个动作，每次别超过5分钟，等身体适应后，再慢慢增加练习时间。3. 找替代方法。膝关节经常疼痛的人，别做跪坐动作，改为坐姿抬腿锻炼，同样能达到锻炼效果，还不会损伤膝盖。4. 动作规范很重要，做8段锦单举动作时，一定要挺直脊柱，千万不要弯腰用力，不然不仅达不到锻炼效果，还可能伤到腰部。晒背时穿浅色、薄一点的衣服，同时要避免阳光直接晒到头部，防止中暑或晒伤。做金刚跪坐时，一定要在软垫上进行，减少膝盖的压力，避免膝盖出现淤青。5. 出现异常情况怎么办？晒背后要是感觉心慌、头晕，要马上停止晒背，找个阴凉通风的地方休息，缓解不适症状。调理脾胃就像照顾小树苗，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从现在起，把生养养生的方法融入日常生活里来吧。哪怕只是每天做一个小改变，坚持1个月，你会明显感觉到身体状态越来越好。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啦，感谢您的观看。要是这篇分享能给您带来一点启发或帮助，我就特别开心。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点赞分享，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掌握更多的健康知识啦。希望能在频道的下一个视频中见到您，拜拜。